大家好，这里是七十托马斯，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工作室的一个情况。那我的工作室其实就是我的书房，书房本身的空间就很小，因为我妈的原因就硬塞了一张床在里面，排除掉床和书桌，剩下的就是2个过道，过道的宽度和凳子的宽度就几乎相同了。和现代的电脑桌相比，这个书桌没有开任何一个槽，还正对着窗，所以要做到完全的无线已经是不可能了。书房后面的橱柜大概有60%的地方被我老婆的包，还有我爸妈很以前的一些书啊、邮票啊、纪念币啊给占据了，并且还有3个床头柜在我的脚边，所以数码区比我工作环境还要恶劣的应该是很少了。那作为一个键盘 UP 主，幸好宣传的主体还是键盘本身，大部分的时间我只要拍好键盘就好了。受到无聊的开箱启发，我和很多键盘 UP 主一样，先成为了一个漏手 UP 主。开始拍摄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灯光问题。那目前用的是明基的屏幕挂灯，对于我来说，桌面是寸土寸金。虽然台灯有足够的亮度，但是很明显会更占地方。挂灯的放置位置就很适合拍摄。明基的挂灯近1000元的价格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啊，市面上也的确有很多廉价的屏幕挂灯可以代替。那我个人建议大家在选购屏幕挂灯的时候，不要选择这种有旋钮的屏幕挂灯，因为家中的灯光环境基本上就已经是固定的了。在你设置好屏幕挂灯的各项参数之后，你很少有机会去修改它，而且旋钮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你的桌上很有可能多一根线，实用性上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我拍摄的设备是 iPhone 12 Pro Max， 并不是我没有买单反的钱，而是对我来说，购买单反意味着我要花更多的空间和精力去购买其他的设备。现阶段用手机拍摄是足以了。我个人觉得，对于新人 UP 主来说，拍摄的内容比器材会更加重要。手机当然也可以不要用 iPhone， 但是经过这1年的拍摄下来，我个人认为手机拍视频有3点比较重要。第一个点就是色彩要尽可能的准确，而不是好看，没有必要刻意的通过颜色去讨好观众。第二个就是手机在拍摄高清视频的时候要能够坚持15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视频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读稿，很少有出外景，所以废片已经算是很少了。一个2500字左右的文稿通篇念完也要10分钟的时间，所以15分钟的拍摄时长是我认为的底线了。第3个就是防抖了。那前2点 iPhone 做的都还 OK， 但是在防抖上 iPhone 算是聊胜于无。我是有购买 iPhone 13 Pro 的，那最近也在使用新的大疆 Osmo，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和3连，期待一下后续对这2个产品的体验。剪辑和通勤我使用的电脑是 MacBook Pro 2015 15寸中配，利用笔记本的支架可以把电脑直立起来放置，最大程度的节省桌面的空间。很讽刺的是，截止到我发视频的这天，这也是接口最全、型号最新的 MacBook Pro。平时我最常用的接口就是 USB-A 还有 HDMI 的接口，新的电脑这些接口都没有。老电脑才有的 MagSafe 充电接口更是不知道多少次拯救了我的电脑。新款笔记本看上去是更轻薄了，但是我们因为轻薄而花费了重金去买各种各样的转接器，让我们的电脑后面跟着一个大尾巴，或者是长了一个大瘤子，反而让电脑变得不是那么轻薄。性能足够用，接口丰富，就是我一直没换电脑的最大的原因。因为做了 UP 主，剪辑视频也提升了我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很明显，老款电脑已经不合适了。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我从来没有发过60帧或者是4K 的视频，
因为现在的电脑光播放 2K 的视频都会卡顿，我迟早是要拍更高清的视频的，并且因为我长期都把电脑来当主机使用，电池已经被我充得有点膨胀，甚至都有点把电脑的键盘给顶起来，据说严重的情况下会直接把主板顶坏掉，我自己看了都非常的害怕。更换电池还得需要花1400多块钱，并且需要占用你3到5个工作日的时间，对于通勤上班党来说，别说3天了，1天都没办法。确实到了要换电脑的时候了，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关盖子来使用苹果笔记本。下个月会有新的 MacBook Pro， 那除了新的芯片更多的接口，我更期待 Final Cut Pro 能够适配 iPhone 13的新的摄影功能，我也期待我经常玩的游戏能够无缝转移到 Mac 上来玩，解除我对手机电池焦虑。让我们后面慢慢聊。正如之前所说，我不可能一直的当一个露手 UP 主，所以说装点桌面成了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课题。那装点桌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买一些我认为比较有品质感的小道具。那在这边我第一个购买的就是点音的蓝牙像素小音箱。音箱的外壳使用的是钢琴烤漆工艺，音箱上的各种按键使用的是机械轴，还有 RGB 的灯效。那虽然轴体是常规的 MX 轴体，但是其构造导致了它和大部分键帽不能兼容。本来想拿这个音箱当做一个个性键帽展示架，现在这个计划不得不泡汤了，非常的可惜啊。点音音箱最大的卖点其实就是上面这块像素屏幕，除了最基本的展示时间和音箱的功能菜单之外，在对应的 APP 当中还能下载大量的像素动画，让桌面不仅显得复古，还很有科技范。当然，点音的像素音箱并不是完全的完美的，比如说它在操控的便利性上、键帽的适配性上都有一定的问题。以它的规格，当然也不可能会去和一线的大品牌，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音箱去抗衡。但是在我这种比较极端的桌面上，做一个漂亮的摆件，应付一些简单的听课需求，这已经是足够胜任了。在房间的角落是我放 PVC 纸的地方，在之前 NJ80 的视频当中展示 NJ80 的特写镜头，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这就是 PVC 纸的功劳啊。PVC 纸是非常便宜的，大小是60×90厘米的 PVC 纸，一张只要10块钱。那 PVC 纸的光泽感能够给视频背景一种非常纯净的感觉，让大家的视野专注在键盘本身。我这边推荐大家使用不同颜色的 PVC 纸组合搭配使用，这样就能够减少画面的单一感。那很多键盘的照片看上去都是在大理石上拍的，或者是在木质餐桌上拍的，那其实这些也都是 PVC 色纸的功劳。当然你可以继续网购一些拍摄用的小道具，比如说假的杂志啊、假的折扇啊、假花、假的树叶，这些都非常的便宜，能够让画面显得更有北欧的风格。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在我的视频当中看到 PVC 纸的身影。做 UP 主到现在，我发现拍视频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你要不停的去学习，把自己的拍摄技巧拿来活学活用。同样的运镜手法，你连着做个2-3期，观众其实都会厌倦。今天你觉得是神器的东西，可能明天就没用了，不仅烧钱，还特别的烧脑。在开始做视频之前，我觉得每个 UP 主说你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这句话显得特别的官方，可到了最后就发现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小 UP 主本来就很难拿到厂商送的机器，大部分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去买，视频的成本特别的巨大。我也希望我的 Room Tour 能够一直进行下去，让大家一块看到这个小地方的转变。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喜欢 Room Tour 系列的话，也别忘了给一个一键三连，新的朋友也别忘了点个关注。我是七骑士托马斯，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数码评论，让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